嗨，大家好，欢迎回到 By Sniper 大鱼视角频道，我是杰瑞。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家伙又出现了啊，我们的鹅大人。然后这是真正的鹅大人，不是冒牌的。Anyway， 为什么那么开心呢？因为今天这是一个加出来的临时节目哈。从大概2年前开始。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啊，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正 S 家啊、D 家也好啊，主要是 S 家，每一次推新产品的时候呢，都说什么1月份出品啊、4月份出品啊，这般那般的啊，然后最后呢都拖了好几个月，最后才出品啊。去年的话什么 CQMD 啊，最后到他真正拿到手的时候啊，我这儿的调机都过了，所以后来索性就没买。Anyway， 今年的话稍微有点改变了哈，那个 S 家的话啊，它反正。从去年12月就开始吹风说啊，我们今年这个 CQ 又出了一个就是 Conquest 出了一个新的 Shadow Edition 叫 SE 啊，然后右卷的话应该是2024年的1月份出品。那今天呢刚好是2024年美国时间的1月31号，这边呢我终于拿到了，这是2024版的 Shimano Kakula Conquest Shadow Edition 30HG。今天这影片啊，我是没有写过任何的稿子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即兴说即兴拍 ，OK。好，下面我们就来开箱最新的2024版 Shimano Kakula Conquest 30HG。Shimano 还是一贯的这种简约包装哈，从今天开始。好，开箱呢应该也是很简单的，第一个就是它的轮套。这个轮套的话呢，它上面写的也是就是 Kakula Conquest， 它并没有写什么 SE 啊、什么 Shadow Edition， 什么都没写。大家看这个轮套的话，和我现在这个手里面是2021版的金色的 CQ 101的哈，它这个轮套是一模一样的哈，也是这边有一点点这种磨砂麂皮的啊，其他的话都一样啊，材质啊、颜色啊什么都一样。然后就是报价图，这个报价图的话，大家可以看到今年的话也是更加简约了哈。以前的话，它比如说。它都是印一套报价图来应对你这个不同的机种了。比如说像那个21版的这个 CQ 的话，金康的话，那它里面有100、101，然后有100、101HG， 对吧？还有200、201啊什么的，它所有的都印在一张上面。它今年的话，这个是30HG， 它就印一个30HG 的报价图，它也没有把什么31的 HG 啊什么这个左手版的也没有印在上面。OK， 这个废话不多说，反正现在而且它下面的。零件单上面，它直接把这个零件的编号给你标出来了。以前的话，有一阵子它上面的零件编号也不标的哈，那你还要去扫了这个二维码到它Shimano网站上面去查。Anyway， 又废话多了。然后说明书啊，现在还有谁拆卷烟器，特别是拆这种离心卷烟器啊，还会看说明书的吗？估计没有了哈，那我们就不看了。然后你看底下就是这个一层马粪纸，然后把这个马粪纸揭开，来。看看这底下是啥？哎呀，你看这里面真的是什么海绵都没有，就这么一个一个卷烟机躺在里面，真是简约呀！漂洋过海飞过来啊，就这么一点保护，啥都没有。其实，当然这就是我们的2024版 Shimano Kakula Conquest SE Shadow Edition 30HG。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个真的是颜色挺暗的哈，你看，就我这灯光打得不好的话，真的是就是乌漆嘛黑一坨。然后我今年的就是新品的评测里面也有说过，这个Shimano家它今年整个一个外观风格格调的设计就是一个走那种漆黑路线，所以呢，鉴于我们这个完形卷烟器的一个外形profile 轮廓，我正式命名2024版 Shimano Kakula Conquest SE Shadow Edition 30HG 为小煤球。好，这是我给它起的绰号。Anyway， 它的外观这个黑色的话，
啊，就跟我想的一样，其实它是更接近于 Shimano 的那个就是 Ocean Conquest Limited 的那个黑色。这个绝对不是那种就是涂油漆的那种实色黑色，它这个实际上是也是一种金属的氧化涂层应该是，所以它那个颜色的话，它有一点泛蓝其实，而且你可以看到它那个框架和这个侧盖它的颜色还是有一丁点的区别，这个更像是我们用的 Spinovita 复合旋转亮片里面的那个镀镍片那种高光黑金，那个是这个的话它没有高光，但是它是黑金，然后它是个哑光其实。然后它那个黑色的话，它涂的还是比较全面，应该说，包括它导线规的那底下那个导轨啊，它都已经是电镀成那个黑色了。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那个线杯，它这个线杯这个是一个30的浅杯嘛，所以它上面写的是 MGR 3线杯，然后旁边还有个 Shadow Edition， 就这么样子。然后这边呢是2021版的金康101，这两个的话，从手把长度、握腕，然后新刹车，到侧盖机械旋钮，到框架，完完全全是一模一样。那为了保险起见哈，我们还是来测一下啊，拿这个数字来说话，那拿游标卡尺来卡一下它那个轮廓啊，是不是一样大？这个是24版的 Shadow Edition SE。然后我看到是48.9亿，21版金康49.02，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刚好因为我是左手和右手卷的，这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镜面，一模一样大。那我们在进入它那个真正的线杯比较之前啊，我们就仔细来看一下它可能细部的做工啊什么的一些处理吧。那这个旋钮啊，它的形状跟那个21版的金康啊，真的是也是一模一样的。但是21版金康的话，它这边呢是中间一个环是一个黑色的，它这个的话，这个环是银白色的哈，这个是一个银白色的。这个握腕它这边的一个小的装饰盖，这个的话，金康的话，它这边也是金的，然后它这边的话就是银色的啊，就这点小小的细节其实，其他的话，包括它的案板，就是它的抛线机关的那个案板啊，也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好了，所以我们也不浪费大家时间了啊，直接的话就来看它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它的线杯。线杯呢，它取出的方法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它在这个底下有一个开关，塑料开关，一拨，然后这个盖当然它现在是跟21版是一样的，对吧？它就是连着的哈，不会这个盖子弹出来然后直接飞走啊什么的，这不会再出现这种情况了。这个就是24版的 Shadow Edition 的线杯。所以这是两个线杯哈，一个是21版的，一个是24版的。你这样从侧面看的话，光看它的豆子啊，看它的整个结构啊，什么大小啊，你看得出来哪个是哪个吗？是不是完全看不出来？因为它完全侧面什么都是一样的，它的轴啊、长短啊、粗细啊都是一模一样的哈，包括它线杯的直径啊，什么都是一样的。你只有把它这样子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出来哈。它2024版的浅杯啊，它的线杯的线容量是12磅65米。那2021版的话呢，它是12磅100米，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就是12磅差了35米这样的线容量。同样是 HG 的话，21版的话，它的 HG 和今年的这个24版的这个小煤球啊，它的 HG 的齿比都是7.4:1，然后最大回卷长度都是77公分啊，每一回卷，自重啊什么都是一样的，都是220克。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这个线杯的话，它的自重的一个区别。24版的浅杯线杯，它的自重是14.02克，记住哦。21版的话13.48克。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它的浅杯的空杯自重要比它的深杯的空杯自重还要重了那么0.5克左右？
所以这个呢，就是要回到以前我们跟大家讲过的关于卷线器线杯的一个秘诀吧，应该说，因为大家看的话，看它的空杯自重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在这种线容量不一样的情况下，你在装线的时候，装满了线的情况下，它这个深杯的话，它这个自重，特别是装碳线的时候，肯定要比你的浅杯要重不少，所以呢，这是一个区别。但是呢，话说回来哈。线杯的话还是挺重的，这跟它那个比如说 CQ 的 BFS 啊什么的那种磁力设计的这个线杯的话，还是有重量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单就这个线杯的自重来说呢，可能大家已经看出来，这个应该不是这种特别微物项的这个卷线器，这也是为什么它叫30而不叫 BFS。下面呢就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了，就是关于这两个线杯的尺寸大小是不是完完全一样，或者说呢，就是如果我已经有21版的 CQ 的话，能不能去买一个这个浅杯来互换？所以呢，现在先给大家来测一下拿这个卡尺卡一下，看看这两个线杯的大小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内径哈，它最浅的地方就是最深的地方说错了，23.5毫米左右。OK。这是它的所谓叫浅杯，那如果它深杯的话呢，就17毫米它在内直径的地方就差了大概6毫米左右，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哈。所以先看一下外径，其实外径的话和它的宽度是直接就决定它能不能跟那个21版互换。外径是32.66毫米哈，量的这个外面的。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的宽度，整个宽度就是22毫米，然后它这个是21版的哈，32毫米，22毫米，轴，我再比一下。你看这两个的话，它那个就是侧边那个边壁那个后脖也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它的轴长度也是一样的，轴的粗细也是一样的，包括这一段的，这边的刹车盘什么的都是一模一样的，刹车力也是一模一样。所以呢，单从这个外框数据什么来看的话，它应该是可以互换的。所以呢，我们就来互换试一下。这个是2021的金康是吧？然后我们拿这个浅杯浅杯装上去，锁上，没有任何问题哦。所以它是可以互换的哈。这应该就是回答了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你看，金康装上浅杯了，同样的，我也可以在小煤球上面呢换上我们的21的深杯。对焦对在哪儿呢？这是。卷杆什么都是一样的，那开箱部分的话呢，你再让我要说它有什么功能上的实质性的改变我也说不出来了，因为它实际上真的就是完完全彻头彻尾的跟21版这个金康的平台是一模一样的，真正一模一样。然后呢，换一个涂装，然后呢，换一个30的线杯就这样子。我跟他说实话的话这个西方的话实际上可以。就根本就不用出这个小煤球是吧？不用出这么一个整个的一个黑色涂装，它只要在梦屋里面出一个30的线杯然后跟这个你现在手里面已经有了，
100、101配一下啊，然后就应该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效果，对吧？刚才大家已经看过了，也可以互换。所以它这个完完全全就是出一个颜值，然后我买的话也是为了买它颜值。CQ 这个轮子的系列呢，应该说对我来说哈，就是它那个原始这种机械的美，怎么说呢？就是我难以忍受，难以抗拒吧。所以你想，这从初代啊，然后从初代这个 DC 啊，然后还有我喷掉半个盖子，然后后来又补回来那个14版的啊，现在在楼下，还有像现在这个21版的这个 HG 啊和低速比啊什么的，我都弄了好几个哈。那这个的话，我还是那它的性能当然是没话说哈，它几代都非常非常好。以后的话有机会给大家专门拍一个关于 CQ 几代进化史，它有些设计的加上去了，后来又去掉了，又返回到原来设计啊等等，讲讲挺有意思的。这是留到后话啊。所以说，我买的话就是为了一个颜值。其实，那关于它的使用设定的话哈，你说这个30的线杯啊，到底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你除了说你抛投的时候，提高一点它可能对于轻小耳的一个 handle 的那些性能的话，还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对吧？那我想了一下呢，这个实际意义其实稍微还是有一些的啊。我们要讲这一点的话呢，必须要请出一位还没有正正式式登过场的，但实际上已经登过场的，就是帕甘尼套装。这帕甘尼这杆子的话，我买来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为了玩好玩，一个呢是玩酷，第二个玩好玩。什么好玩？就是比如说天气稍微热一些的时候呢，我拿它去戳那些近距离啊，戳比如说障碍啊、塞树下啊、什么掉一下水面下那些，一清早非常轻快的这种调型哈，拿上这一套杆子啊什么的，跑到比如说溪里面去啊，对吧？戳一下，这很舒服。但问题是呢，如果你看它西马诺的说明书的话，它会写就这个 BFS 线杯的话，它只能用 PE 线和氟碳线，它不能用尼龙线啊。那对我来说的话比如说是那种 close quarter 那个 top water 的话，就是近距离钓一些波爬呀、铅笔波爬呀、狗这些或者是爬行饵这些的时候，我就非常喜欢用尼龙线，对吧？那你如果这个 BFS 不能用尼龙线的话，你怎么办呢？很讨厌，我也不想去冒险把它那个线杯勒变形啊啥的。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用100的话，当然也可以用，对吧？100可以用，但是它的线杯实在是稍深了一点。你像我这种近距离的那个早上钓那些小溪或者是就船上，你说去贴着那个树底下塞一下那些水面溪的话，最多像帕甘尼这样小杆子的话，也就抛个20米左右足够了哈。你里面再留个10米线，然后就12磅左右的尼龙线或者是12到16磅左右的尼龙线吧，这样子。那这个100呢，还是线容量太大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就是30的线杯是可以用的。简单总结这就是21版的 CQ 的平台涂黑，然后呢换了一个浅杯30的。那这个卷线器买来呢，就是为了要装颜值的所以呢，说到颜值的话呢，就拿它来配一下不同的钓竿手把什么，给大家看一下不同的匹配效果吧。看这个是配帕甘尼，我这个帕甘尼的手柄呢，它刚好是一个就不锈钢色的银色的，它还有一个黑色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煤球配黑色的这个金属的部件的话，这个会更加配合这个颜色的话，说实话，这搭配实在是有点太突兀了一点点那我要用的话，要么再去配一个黑色的柄要么就是视而不见。然后这边呢是 Megabass 的 P5 里面的碳把，这个卷线器的话，我要配的话，肯定配疯牛那你可能还会考虑用粗一点的尼龙线，然后打一下水面下，甚至抛一下那个 Buzzbait 这种都可以就从外观颜值上来说的话，我就感觉它的搭配这个还是可以的，这可以的。再然后的话，它配软木是这个效果。那这边这个呢是 Megabass TS 钓竿，这个手把跟它这个其实还是挺搭配的，还需要一种这种暗色调的现代派，应该说这样子搭配挺好。但问题是呢，像这种 TS 杆子的话，它这个都是超强力的，它本来就不是适配那种30的浅杯的然后你玩大泳什么的，对吧？
就装个20-30米线就够了嘛。所以这完全就是为了试验一个颜值的啊，这个做一个参考。然后最后再来一个是老的这个 Megabus 的鬼斩Elsie， 这个其实我觉得搭配还不错啊。它前面那个紫红色的那个金属环，然后它关键是后面那个碳素的那个轮座锁，加上这个 EVA 的那个海绵啊，都是黑色的，这样子的话，它这个黑色系这样搭配下来，这个还不错。而且它这个还是实用的，因为这是610的 Elsie 的话，它本来就是一支中快，然后到 R 调的一个变调，然后本来我也拿它用来玩一下这个水面系玩一下抽停然后玩那个像那个波爬呀，然后玩它的那个巴斯贝塔这些都玩哈，所以这个搭还不错啊，这个我是真的会这样搭配，以后会去用。那还有一个搭配呢，就是这边的负电压的杆子，这是一个上一代的初代负电压Revoltage。那它杆子本身的话，就是一个纯黑的这种哑光的然后特别是这个轮座什么部分，这个感觉跟它还是挺配的。好，所以呢，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2024版 Shimano Kakura Conquest Shallow Edition 30HG 的开箱部分。这个小煤球到底好不好用还是要拿到水边去实钓测试一下才能有结论。所以一定记得等我的实钓影片哦。好，我是 Jerry， 如果您喜欢更多这样的影片，一定记得点关注不迷路。大鱼祈愿，我们下次再见。